它是属于那种人气中等，但是后面它的口碑实在是极度完美到没有办法挑剔，所以它就整个冲上来。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现在要投票说2024最佳动画是哪一部，我觉得应该蛮有机会拿就是投票第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过年就是要补番，那今天呢，我要跟这个井川一起来跟大家分享2024推荐的动画。那荧幕外呢，还有我们今天的企划欢欢。Hello， 大家好。好，今天我们会请井川一推荐5部动画，还有2025年期待的新作品。然后我们还要来聊吉伊卡哇。如果大家不认识的话呢，这个井川一也是一位 YouTuber 哦，那专门在做动画还有漫画的一些讲解，基本上是应该我们宅宅圈的人大家都一定会看的吧？没有吗？没有夸张，就是嗨各位，我是井川一。如果你对新番相关的资讯有兴趣的话，欢迎搜寻井川一3个字在 YT 上哦。就刚刚我在听井川一讲话，每次听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就是啊，这就是我荧幕里面跑出来的人。对，这就是我吃午餐的时候听到的声音。然后我就想到，每次我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别人也会跟我讲这句话，我就原来别人是这种感觉啊。那现在让我先进一下工商服务时间。科技日新月异，社会不停的变化，你的孩子准备好迎接未来挑战了吗？芒狗狗系列绘本用台湾在地故事培养孩子进步的品格和素养，帮助孩子建立适应未来的能力。这为3到6岁孩子设计的故事内容，将孩子熟悉的日常化为故事情境，让他们轻松找到连结，更好将观念应验在生活当中。绘本套组的丰富主题，涵盖了儿童阶段性发展所需，给孩子和家长全方位的成长支持。书内皆附有由专业顾问撰写的亲子共读指南，让即使是忙碌的家长也能够轻松的和孩子展开有趣的成长对话。现在官网购买绘本套组呢，通通68折哦，全网最低价，还享有未来新品7折以上的优惠。输入我的折扣码积极推荐，全站产品还能够再打9折，赶快点击资讯栏来了解一下吧。那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好奇的问一下，你觉得2024年就是整体的这个动画的水准上是怎么样？算精彩吗？这个题目要我每次回，我应该全部都会说，就是答案是 yes。你第一部要推荐的动画是什么？好，那我第一部要推荐的动画是《失忆头捕》，这个是4月的新番哦。哇，有点久。对，我觉得要理解它到底为什么有趣，那我们可能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第一个想到是，假如说在 Jump 或者说 Jump Plus 上出来的那种热血运动漫画，你会想到像是什么样的？我会想到就是你知道友情啊、团队啊、胜利啊，想到那个《光速蒙面侠21》，对啊，我就会想到那一种状态。失忆头捕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一般的那种热血少年漫画，它是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菜鸡，然后到可能打赢全国大赛嘛。但失忆头捕它刚好是反过来，它是演说就是原本有2个，就是真的在国中时代没有任何敌人的那种头捕搭档，然后有一天其中一边好像是出车祸，然后他就失忆变成智障了。然后他们就只能就是2个人一起去那种就是非常菜的那种野鸡高中，连棒球社都没有，只有一个同好会。然后他会发现说，国中时代曾经也是很厉害的选手，被他们2个打爆，然后会打到就是心态爆炸，不想要再打球的人，怎么刚好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很烂的学校？这一群人他们要重新开始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学校里面组成棒球队，然后之后往上爬故事。这其实听起来有一点点像是福利连的那种感觉，就福利连一开始就跟你讲勇者哇，然后凯旋归来，然后勇者死掉，第一话是勇者死掉，然后重新开始组自己的伙伴，然后往前这样子。对，我觉得本身就是单纯在描写说你在努力啊、向上啊、突破一些困难啊，确实也是很有趣、很棒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永远都不会老的。但是失忆头捕他就给出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角度，是说有一些事情你真的非常有热情，然后你一直想在做，但是你总有一天就是会碰到一个墙壁，然后你撞到那个墙壁，你真的可能有时候真的是撞得太痛了，真的我再也不想弄了。但是呢，到最后你总是会找到那个重新开始做、重新开始打棒球的理由。哇！这段让我想到了那《蓦然回首》里面的那个状态。我现在看《蓦然回首》的时候，我在前面他在画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哭。后来中间那段，他不是有一段是，他就看到别人比他会画，然后就默默说啊，其实我就没有想要啦，然后就在那边放弃逞强。我想说，我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我就放弃了。对啊，应该要讲说失忆头捕，中文标题是翻失忆嘛，但其实这不算是一个特别准确的翻译，它的日文标题是写忘却头捕。
就代表说除了单纯一开始我们知道主角2人组有一个人他是真的车祸失忆，但是其他角色他们都是因为不一样的理由而决定不想再打了，决定忘记棒球。可是到最后，他们总是会想要重新开始。哇，这很大人欸。他一样还是很热血，但是并不是那种你会觉得说啊很流汗的那一种，而是一个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很冷，然后说你拖了一个暖暖包热起来的那种很暖的那种感觉，这样就算是另外一个角度比较忧郁的一种青春的呈现。对，感觉不是第一次青春期，而是后青春期的故事。没错没错，这个要看，这个要看。好，那第二部嘞？第二部的话，很多人都听过，就是胆大党。哦，最近真是红烂。这一部的话，我会说，就是他的漫画应该是我近期就是所有漫画我觉得最好看，然后我自己也最喜欢。我觉得他把各种优点很好的结合在里面，例如说漫画的构图就是要帅，就是要分镜要强，细节有拉开，然后腔的部分要有存在，但是要让你哭的时候，很认真的好好给你哭。对，近期黑夜我觉得最强大概就是他吧。我觉得大多数人去认识《胆大党》这部作品，通常会是说，哦，这是一个很乱来，外星人、幽灵、恋爱啊、战斗啊，不然就是那种多角恋、贵圈争乱，后面还有其他一大堆什么就是有没有的，全部丢进去，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但他一画出来就说，等一下，怎么这么好看？就你也很难去回答。我觉得可能就是作者的基本功啊，就他知道什么东西，这里应该要怎么安排，这里应该要怎么安排，这里应该怎么安排，让观众全程看了都很有兴奋感。然后在你腻之前，他就会马上切回另外一件事情上，可能这边在很激烈的打斗，然后可能隔天开始他要开始演那种就是非常青春的校园恋爱剧情，但是他后面又可以很顺的接回打斗。然后之后再往后接，然后就可能来一个很感人的那种，就是它是属于完全靠表现在推动让人惊艳的那种。我觉得这一部它的编辑应该也有发挥很大的功用，就是它是一个让人感觉到说，哦，这个编辑知道读者看到这个地方，你需要转换一下了。对，因为很多漫画有时候打到最后就会觉得啊，有点冗长，对，冗长。但是在这里面，你会情绪的节奏也好，分镜的节奏，或者是人物对话节奏，都做得不错。而且我觉得应该很少这种王道漫画，它其实恋爱会好好做，对，它会有好好的发展这两个人有点害羞，然后之后到开始越来越接近，遇到一些难题等等的，所以是一部。我觉得，如果近期你想要看这个少年漫画走到哪里的话，它绝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作品。所以你们觉得《胆大的党》它其实不是一部太吃电波的动画吗？是啦，但是我会说这个的话，你可能会需要一点情怀，就是一点之于可能平成文化，像是特色，又或者是可能老电影好了，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哇，这个东西尼斯湖水怪也出现在这部作品里面，也太强了吧！我觉得，就你是一个。没有刚刚这样子的情怀的看的话，它可能也会有个80到85。对，但是如果有这些的话，你就会觉得啊，这真的很有趣。这个人把好多那个时候都会放进来，他就会再升华到把很多共鸣，你曾经知道的东西，用没想过的方法加入的感觉。对。然后我还是会觉得它是需要一点点颠簸的啦。老实说，因为毕竟现在就是一个很分众的一个时代。好，那第3部嘞。然后第3部就是我推的孩子，竟然是我推的孩子，为什么？是啦，我觉得就是今年我推真的是处于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就是处境哦，就是一方面它的动画就是隔1年重新继续播，然后它第2季给出的那个品质又实在是太优秀，又上到太高的地方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漫画就是下去了哦。非常多话题的一部作品，对啊，但是有一说一啦，我觉得动画第2季它刚好还是处于就是漫画就是属于比较精彩的部分，它前半部是2.5次元舞台片，然后后半部是 MV 片。然后我觉得2.5次元舞台片就是东京 Blade 这一篇的话，好看在说它是一个职人剧，就是职场剧加上群像剧，你会很深刻了解到说，就是你要一个漫改的舞台剧要成功，你必须中间经过多少的工序，从一开始制片他们要给企划好了，然后再来到取得原作者同意好了，然后再来就是脚本家要改编，然后演员要演，然后中间会出各种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问题，但是描写改编困难的过程中，它却没有妖魔化到任何一边，都有让大家的苦跟辛苦的跟困难点其实都有被呈现出来。然后进到演员那边也是，就是每一个角色在台上都会有内心戏，在演的过程中呢，又有一个很漂亮的起承转合曲线，就是 follow 过去，你就知道这一篇真的是大家每一个参与的人
全部都有帅到，或者说有让你感动到，然后你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满足感的篇章。对，这一段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我想小问，就是除了剧情之外，动画的制作上有特别推的地方吗？就是之所以要看动画而不是看漫画就好的原因。是有啦，就是尤其舞台剧嘛，它如果是在漫画的话，有一个作为媒介的限制，就是说你其实看不太出来，它这个2.5次元，就是它是360度环绕式舞台，它那个实际上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这是动画之余，它那个表现这一块其实就做了非常大升级，就像是它打斗会开始就是用一些钢丝有没有，又或者是它还加很多一堆有的没有的设定，全部都是漫画没有的。然后还有像是在表现演技方面，因为漫画就没有办法，就是不会动嘛。就是有一些地方，它都会是疯狂、超级无敌大加戏。如果你已经有看过第2季的爱容篇的话，应该会知道说，那里真的是动画组直接加爆了，然后直接变成那种年度所有动画应该是属于前3名的集数啊，真的是超级无敌强，把它做得很华丽，就对了。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我推第2季相比第1季制作的完成度跟令人惊艳的程度，是上到了可能另外一个梯次。其实我是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才发现说，这个作者其实最想写的应该是这一段吧，或者最想画的是这一对，段。我觉得就是我推的孩子，他永远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就是说，他就是大家都想要看就是复仇那一半的剧情，但是赤坂的心其实全部都在演艺圈奋斗记这一块，没错，就导致说他表现比较不均。那我想问一下，你对第3季后面还会有期待吗？就漫画继续演下去。就我觉得第3季应该是格外值得期待啊，但不是说它剧情真的是达到一个高峰还是怎样，就是它第3季的前面在演就是他们就是2兄妹到电视演艺圈奋斗那边，其实还是很好看的，就大概占个4-5话吧。然后后面就是后半部的部分更值得期待，是因为就是你必须看动画组究竟会不会回避原作掉进去的那个坑会不会帮忙补？就是它漫画是从大概那个位置开始滑坡的，就是看动画能不能盯在那边。所以动画组就在动画化的时候顺便去调整漫画剧情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必经的步骤嘛。我觉得或多或少会，只是可能看那个就是用心程度的差距吧。就是有些人会想要直接大改，就是动画组也有自己很想要挥洒的地方，他们就一直狂加。所以就期待下一季。好，那我们再回来推荐我们的2024第4部。好，我的第4部是《败北女角太多了》，竟然是这部。对，我觉得这个的话，7月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它是属于那种人气中等。但是后面只能到8、9月的时候，它的口碑实在是极度完美到没有办法挑剔，所以他就整个冲上来到反超当时艾丽同学嘛，就是一开始势头比较强烈的作品。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现在要投票说2024最佳动画是哪一部，我觉得《败北女角》应该蛮有机会拿就是投票第1哦。志祺的惊讶是来自于什么？因为败北女角太多了，你可能光看这个名字，我觉得一般就会有一大半的族群就会觉得说，啊，这不就是后宫番啊，这不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它好？就是你要在这样子的有点一开始的心理的比较低位的一个状态之下，让人跟反超，代表它的执行要非常的到位。败北女角啊，她是演就是好几个我会在恋爱喜剧里面看到，就是那种打输党争的那种败北的，就是没有获得主角芳心的女主角们。然后你把它凑在一起，凑在一个社团里面，然后看他们大家一起去玩。但是他这边这个玩一玩呢，同时又会去处理他们今天失恋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是如何跨越自己的情伤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他发掘了另外一块。一般你们看那种就是笑呵呵，每天就是看主角就是跌进女主的那个就是胸部怀里那种非常都是有一点点就套路的那种故事里面，你就发现说，原来这一块确实是很有文章可以做的，探讨每个人不同的心境，其实是可以有很多深度内容可以看的，就对了。是啊，就是他批了一个就是很套路、很搞笑的批，但其实内核是真的很扎实的。我觉得在共感程度上面，其实可能也很多。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失恋可能会比就谈恋爱的次数多一些。应该是。那这样子我要来看这个，我可以在今年的时候。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主角他本身啊，其实完全不会去介入，就是3位女主角甚至其他女生的恋爱线，这个也是非常加分的点，因为他完全就是做一个就是非常非常 nice 的朋友。就是在旁边，就是帮助其他女生她们去 process 自己的情伤，这样。咨商
咨商相关的。网络上有一个梗嘛，就是温水和彦真男人嘛，有看的就是败美粉一定都知道，就是男主角应该是近期数一数二讨喜的一位。没问题，马上来看。那最后一部是什么？来，最后一部就是志祺前面有讲到了《蓦然回首》。好，这部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在看完之后有更多的解析或什么的，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把后面的那整串事件跟他自己的内心挣扎连接在一起。我是看了你的影片之后，我才注意到说，哦，对耶，这件事情是这样，不然我原本以为只是就是藤本他很正常的一个超展开，然后他想要纪念这个事，但是我把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整个就是觉得，哇，这太厉害了，然后我就再回去看一次，然后就大哭特哭，好好看。对，就是我觉得他的故事，你用最表面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蓦然回首，他是讲说啊，就是有一个就是小学女生，她叫做藤野，然后她平常在小学的时候是会画那种就是校刊杂志上面的那种四格漫画那种条漫啊，大家都觉得说你那个剧情真的好有趣，好好笑哦，我好喜欢。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是他那个校刊漫画开始载了另外一个同学的那个漫画，然后画那个画技真的是完全把藤野就是吊起来打，然后他想说可恶，你怎么可以比我更厉害？然后他就是回家开始苦练漫画哦，即便就是他那个第一对手的同学，他从头到尾没有在学校上过课，他就是属于那种在家里有恐慌症啊，对他就是那种就是有一些困难啦，没有到学校上学这样，然后他就是跟这边这个看不到就是人影的对手，就可能较劲了3-4年，就是2-3年。然后到毕业那一年，他想说啊，真的是算了，我不画了。大家都就是我每个同学已经不觉得我画那个搞笑漫画很厉害了，决定要放弃的时候，他就遇到了金本，然后他就这边发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就是金本原来是就是藤野他漫画超级大粉丝，想说老师你为什么不画了？然后最后就变成上面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说啊，我来负责画人物、想剧情，然后金本你来负责画背景，然后两个人组队，决定要在周刊 Jump 上面就是拼一个连载这样。然后后面发生的就是各种事情了，后面就不能剧透了。没错没错，他的这个困境，他把跟金阿尼结合在一起的这件事情，也是让我非常的，我觉得所有从很小的时候你有看动画的人都会理解金阿尼在这些事情的人眼中的一个很高的存在。对啊，就是你多少 percent 一定是由金阿尼组成的。如果你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看动漫画的话。而我觉得就是蓦然回首，他真的超级无敌厉害的点，就是他前面是一个，就是属于那种非常小朋友，人人都可以就是去共感的那种童年，你想要争个输赢，像这样的那种心态。可是到后面，他开始发挥那种藤本树就是招牌的，就是非常天马行空、很魔幻的剧情的时候，他又有办法再扣回就是一个更大的社会议题的主题，然后再到结局，他又绕回来，就是变成就是回归他自身。对于创作的一个执着，即便你可能心里会有像这样的一个疙瘩，是说啊，我们这些创作者啊，每天就是面对着书桌，一直画，然后你一天可能10个小时、20个小时就消失了，结果却还有可能就是会遇到像金阿尼，就是大火像这样完全非常无常、非常随机的一个惨剧嘛，那人生就没了。然后你可能会陷入一个低潮，是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画这些东西意义何在？对。但是他最后总是会找到一个决定要，不管你是说是为了谁还是为了什么而画嘛。对，而且他又来回到了就最一开始，最一开始他为什么画？哦，原来那件事情很单纯。对啊，而且表现手法也很强。他表现手法，我记得他是一大堆的原画吧，我记得。对，就是讲到他那个作画部分的话，他用了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新的画法，叫做原动画。就是原画的话，就是还属于那种比较像是粗胚的一个状态，是还比较完整。你那个线还没有清干净，需要就是下放给那个2元啊，或者是动画去负责把它弄干净，然后把中间的张数给它填满的。但是他刻意选择了保留，就是那种有点就是粗糙不拘小节、有点粗糙那个质感，他就会给你一种画是这样一笔一笔这样画出来的感觉，然后你会更能够去欣赏每一位工作人员投注在其中的心力啦。这样这部真的是很好看，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看。那志祺在金川一推荐的5个名单之外，你有没有想补推的？我觉得第一个是迷宫饭，我觉得迷宫饭是近期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作品。然后再来，我觉得第二个我可能会觉得奥数，就是我觉得
必须要看一下这部作品。你看奥数，他那个新闻爆出来讲说，这个动画可能收不回成本，因为他实在是花太多心力在里面，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般等级的厉害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见识一下。然后第3个我反而想要推一个简单的是《百姓贵族》。对，《百姓贵族》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作品，它基本上就是在讲说荒川弘，那荒川弘是《钢炼》的这个作者。对，牛妈。对，牛妈她以前呢其实是在北海道务农的，她是农家子弟。我觉得她其实就是职人剧，她在讲以前的好笑的事情，然后把那些痛苦的回忆都变成很好笑，然后很荒诞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她有一个绰号是“最多大便”的漫画，因为她超级容易跟牛粪啊什么都会混在一起这样子。那她的动画1集不到5分钟，是一个泡面番，超级短，因为 YT 上就看得到。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我自己是一直很期待，就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把可能 YouTube 啊，或者是你要设计师的工作，然后变成一个像是这样子的作品。对，尤其是我觉得就是你只要了解他为什么这部漫画叫《百姓贵族》，一定会觉得真的是超级好笑的，就是因为他们种的东西很多是高级品嘛。对对对。但是因为他那个东西一定要选漂亮拿出去卖，然后那些就是比较丑的就要留着自己吃掉。没错。但是吃的东西其实好吃程度是差不多的。对，它只是外观的问题而已。对。然后里面会有很多超好笑的东西，像是他就说，我觉得我去超商买马铃薯是罪过。对，怎么可以那个丑的都是植入，超好笑。他的内心戏超多的，然后表现又很好，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部作品。好，那我们就来讲到接下来，就是2025的第1季，你觉得最期待要开播的会是什么？我先讲一个，就是大家都比较期待好，就是版本日常。版本日常算是一个怎么样的作品？它算是 Jump 的王道作，也算是一个王道作。对啊，这个也是周刊 Jump 准备出来的一个就是比较厉害的新作。他是在演说，从前有一个超级厉害的杀手叫做版本，但是有一天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坠入爱河了，然后他就去结婚，然后生子，然后到最后呢，他就变胖了，然后就开始在一个小镇那边杂货店开一间杂货店，然后每天悠闲度日，直到过去的一些关系又回来，就是找他，然后他必须应对这一切，守护他的日常生活，有点像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了搞笑，然后跟打斗相关的作品。他打斗本身既是他最大的看点，又是他最大的笑点来源，因为首先你就是看到一个胖胖的大叔，虽然说他长得像安西教练，长得像安西教练，就是他虽然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每天做超市柜台，但是只要人一来哦，他还是有办法，就是非常利落的把那些就是杂鱼咻全部干掉。然后重点是，他就是使用的是一些非常琐碎日常的小物品，就像是他可能用筷子，像是筷子或者什么口香糖，就是用一些很简单、很日常的小物品，用你从来不会想过的方式，把那些可能带刀带枪或者是超级厉害的杀手给他一波一波给他撂倒这样。然后他自己本身又不常说话，就是他就从头到尾就板着一张就是一样的那个脸，然后觉得说很有这是一种反差制造出来的喜感。然后他也是比较偏向那种属于那种10几年前很流行的，就是大家在一个日常的那个场景，然后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加入，然后看这些人就是到每一天会做一些什么就是新奇的事这样。另外一部刚好也是一个搞笑漫画，是叫做吸血鬼。吸血鬼，这我完全没有听过，这是什么？对，他这个的话，就是他是在演说，就是有一个吸血鬼啊，他可能已经活了几百年了，然后呢，他在一间澡堂已经打工了差不多10余年。他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说，他这个澡堂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儿子。然后他在等这个小儿子，他可能长大成年18岁，然后他就是想要去享受他就是最极上美味的那种童真之血，有没有？就是他一直在等这个瞬间。但是呢，就是在儿子刚上高中没有过多久的时候，就是事件就发生了。他发现那个儿子去上学，然后就是他在转角处竟然撞到了一个女生，然后他就爱上她。于是呢，他这边这个吸血鬼，他就必须在未来这2年3年想办法去死守澡堂儿子的那个就是童真之身啊。就是他是这样讲，他讲说，就是如果你是童真跟不是童真，那之间那个就是吸血的那个肉质的差异啊，有 A5 和牛再到橡皮擦之间这么大。OK， 对。然后他中间的过程就是演说这个吸血鬼就是不断的想办法，就是在隐藏自己是吸血鬼这个身份之余，然后想办法去阻止这儿子跟那个女同学恋爱，但是中间就是会搞砸出很多有的没有的篓子嘛，然后到最后就变成全部乱成一锅粥，这样就属于这种的搞笑漫画。配饭的很赞哎。对，就是我觉得从这个设定本身就真的实在是太荒谬、太无厘头了嘛，你就觉得真的超级好笑。那志祺有期待的吗？今年？我想想看今年
今年我期待的是章鱼批的原罪，蛮喜欢现在的一些短片，因为我觉得短片它要被执行好的几率比较高一些，然后它通常也不会太复杂。然后章鱼批就是一个披着哆啦 A 梦这种童趣疗愈的皮，但其实会让大家很治愈的一个作品。对。然后是变得很忧郁的。对，对既治愈又治愈这样。OK，对，非常的有趣。那我相信他在执行动画的时候，你知道哆啦 A 梦你的想象跑出来的画面就是那个色调那些东西，所以我在看到他 VV 之后觉得，感觉好像会不错哦。对啊，就是它也是跟蓦然回首一样，就是在 Jump Plus 上面上来，然后它蓦然回首只有1卷嘛，然后它这边这个是上下2卷。对，你在就是上卷抵达下卷的时候，它那个中间世界观会一个180度直接大翻盘，你说天哪，竟然是这个样子。没错，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应该会非常的不错。然后另外我很期待《恋上换装娃娃2》，就是对，终于等好久，宣布了他前面太忙了，快点做出来，好看。我这人生真的第一次封一个女主角封到这样子，我觉得好疗愈哦。海梦，对，海梦好可爱哦，海梦太棒了吧。好，那我最后问一个，就是今年其实有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吉伊卡哇》，吉伊卡哇你们有看吗？有，我还真的是没有看，我1集都没有看。你1集也没有看，我1集都没有看。但我觉得就是说，吉伊卡哇它真的是你可以随便你在网络上 YT Shorts 滑到1集，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看的。它也是因为它短实在是它1集差不多1分钟而已。它1集1分钟。对，你真的是随便选1集进去看都可以，但是一般来说啦，你想要开始看就是从那个很有名的吉伊卡哇迷因，就是睡衣派对，就是呜哇哇呜哇那边那个开始就可以了。其实你要我描述它的剧情，我实在是也有点难以去讲。我感觉上它这边好像就是吉伊小巴跟乌萨奇一直在吃东西，然后到后面开始出现一些就是让你觉得说，有点可疑的元素，像是这明明是一个很可爱的吉祥物在那边那个每天就是开开心心就是相亲相爱的动画嘛，只是你会发现说，他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讨伐，要去打一些很可怕的怪物？它会给出一些让你有办法往比较黑暗、比较可怕的方向去想的线索。我觉得这是单纯的一般的吉卡粉会开始往下陷入，变成非常狂热的，就是考察党吉卡哇粉的转折点啊，就是你开始察觉它比较不是那么可爱单纯的那一面之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作品就是让你有无数的遐想空间。但当然啦，我觉得你只是要加入那种社群讨论的话，那你只要大概了解一下哪一个是吉，哪一个是小巴，哪一个是乌萨奇，哪一个是栗子，哪一个是那小桃，哪一个是铠甲大叔。顺带提醒，川一我最喜欢的是吉哦。我等一下回去就搜寻吉伊卡哇。好，那我们今天这个2024的动画推荐就结束在这边。那非常谢谢景川一就接受我们的邀请，连续2年来参战。那么欢迎荧幕前的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你对今天清单的看法，或是也可以推荐你喜欢的动画，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过好年。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拜拜喽，拜拜。拜拜。